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随着身体的代谢，我们的皮肤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些角质。这些角质如果不清理的话，就会堆积在皮肤的表面，使我们的皮肤看上去又老又差。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角质呢？木子教大家几个小妙招。第一个是用食盐洗脸，我们在温水中加入一些食盐，然后搓洗脸部，就可以起到去角质的作用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不能够太过频繁，1周1次左右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呢是生姜片去角质，我们可以每天喝1杯生姜水，这样可以使角质通过肌肤微循环自然的脱落。第三个是酸奶去角质。我们在洗完脸之后，把酸奶涂抹到脸上，然后按摩几分钟洗掉，也可以起到去角质的作用。因为酸奶含有对皮肤很好的维生素。那以上这些就是去角质的小妙招了，女生们平时都可以自己在家尝试一下哦。想要长寿，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拉筋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可以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然后在后背。双手在后背食指交叉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手掌心向下按，头部也向后仰，身体向后弯曲，最好用点力气，尽量的拉伸身体，坚持10秒，回到原位再做，每次做3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疏通肝胆经络，对提升阳气、缓解背部疼痛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从身体两侧慢慢的向头顶上伸直，手掌心朝上，同时头部向上抬，看向手掌，这样坚持10秒，再慢慢回到原位，反复做3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疏通手三阴和肝胆经络，不仅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强健骨骼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。做这2个动作的时候要做到位，非常适合夏天做，大家不妨试试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，男人荷尔蒙旺盛通常有3个表现，若你中了，说明魅力十足。肌肉比较发达，如果男性体内雄激素旺盛，那么相对来说肌肉是比较发达的，因为肌肉的生长是离不开雄激素分泌的，所以肌肉发达的男性恭喜了。毛发比较旺盛，很多男性身上的毛发非常旺盛，并且长得很快，其实这是荷尔蒙旺盛的一种表现。手脚温暖，体内雄激素旺盛的男性，不管天冷还是天热，手脚都是温暖的，这也说明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好，所以有这种表现也值得恭喜哦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脱发严重的情况出现，认为是不是自己洗发水没有选对？其实掉发严重并不一定是洗发水的问题，可能和下面3个原因有关。压力太大，现在社会节奏变快，个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这就使很多人的精神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影响到头发的血液循环，使头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从而导致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经常熬夜，现在熬夜已经是常态了，尤其是年轻人都加入了夜猫子的队伍。如果长时间熬夜，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从而影响头发的生长，就使人出现了脱发的情况。过度染烫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爱美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喜欢变换自己的发型，染一染，烫一烫，那避免不了要使用各种的染发膏或者是定型膏。这类物品中都含有化学成分，如果过度的染烫，很容易使头发受损，这也会导致头发大把的掉。是很有营养的饮品，很多人喜欢早上喝1杯牛奶，但是喝牛奶也是有讲究的。下面的这3个禁忌，希望你知道，最好避免。第一个，喝牛奶时加糖。有些人喝牛奶时喜欢加一点糖，这样容易造成牛奶中的钙质流失，而且不利于人吸收，所以这是错误的做法。第二个，空腹喝牛奶。早上空腹喝牛奶会让人产生假饱的现象，影响人吃早餐，并且牛奶在肠胃中停留的时间也短，不利于营养的吸收，所以尽量不要空腹喝牛奶。第3个，喝煮沸的牛奶。现在的牛奶一般都不需要煮沸，如果煮沸了，会破坏牛奶中的营养物质，而且还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对健康反而不利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男性常做一个小动作，远离前列腺炎。
前列腺的健康是男性朋友都比较在意的，而经常坐办公室的人是前列腺炎的高发人群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坐办公室的朋友可以经常做一做，让你无颜一身轻。动作很简单，当你坐的时间长了，就可以站起来，全身放松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向上抬起，抬到和肩一样高，再自然的放下。这样甩动4下，第5下的时候，手臂和膝盖同时弯曲，手臂上下甩动，力气要上虚下实，反复这样的动作3到5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排出体内毒素，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帮你远离前列腺炎的困扰。男性朋友想要前列腺健康，平时要加强体育锻炼，提高身体素质，还要注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用温水洗澡，避免久坐不动，这样才能不再担心前列腺炎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血糖高的人3种主食尽量少碰，若不当回事，血糖想降下来都难。第一种，煮烂的白粥。血糖高的人最好不要吃白粥，因为在煮粥的过程中会将大米中的淀粉分解成碳水化合物，这样很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二种，面包。现在大部分面包里都加入了大量的糖分，如果经常吃也容易使血糖升高，所以尽量不要吃。如果想吃，可以选择全麦面包，不过也不可吃多哦。第3种，糯米。糯米很黏，不容易消化，而且糯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，如果吃多了也会使血糖升高，所以尽量也少碰为好。聊养生，送健康，木子带你一起科学养生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中医认为，脾胃乃后天之本，脾胃一旦虚弱，不仅会伤害五脏，还会导致气血不足，对身体有很大伤害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调理脾胃呢？日常坚持做好2件事，有助气血畅通，慢慢的调理好脾胃。第一个，拉筋。没事的时候可以拉一拉大腿，因为人的肝脾肾经都从大腿经过，所以经常拉筋可以拉伸这3条经络，对调理脾胃有很大帮助。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拉筋方法。第二个，踮脚走路。用脚尖着地，脚后跟抬起来，尽量的抬高，每天这样踮脚走路10分钟左右。因为我们的脚趾上有胃的经络，经常这样锻炼脚趾，有助调理脾胃功能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。那脾胃虚寒都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好导致的，平时也可以通过食物进行调理，多吃一些健脾补气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红枣、羊肉等。那这些食物都有很好的温暖肠胃的作用，对脾胃健康很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